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来到了山西晋城的太阳社里面。之前呢，我们去看了3座仅存的唐代木构建筑，都是在山西。你像佛光寺里面、南禅寺，还有山西运城的龙王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看一些唐代的建筑，就是唐代保留下来的泥塑、彩塑。现在在国内呢，也只有3个地方才有，其中2个地方呢是在佛光寺和南禅寺里面。这个我们之前也去看过，也看到了一些。那今天来到的是山西晋城的青莲寺，这里面呢也保存了一些唐代的泥塑、彩塑，非常精美啊。寺庙就在前方，大家看一下位置是不是非常好啊？刚好是在这个山顶峰下面一点点。我们常说所谓的风水嘛，确实很会选择地方啊。这里是一部分，在下面还有一部分，因为这个寺庙呢，它分为上寺和下寺，也叫做新寺和旧寺。它始建于北齐天宝年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禽兽王朝的开创人神经病皇帝。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就是28年。在中国历史上呢，评价不高，因为他们那几个皇帝啊，都是有点神经病暴虐，要不然也不会短短的20多年就灭亡了。不过呢，它这个王朝短归短，但是它留下来的艺术确实很具有代表性。你像石窟、寺庙、壁画等等，比较有名的是响堂山石窟。那这个寺庙呢，也是那个时期建造的。在上个世纪考古发掘的时候、修缮的时候，就是在大雄宝殿里面出土了一块石碑，那个是国宝，就记载了这个寺庙的一些历史。那它是北齐时期建造的，后面慢慢发展到了唐朝，应该算是达到了鼎盛。唐朝的那个彩塑，等一下我们也能看到，里面呢还有宋朝的那个建筑，反正这里可看的东西非常多啊。那现在我们就准备过去，从这一边绕过去。它这里有2个方向，一个呢是山顶的停车场，然后山脚下也可以上来。快到山门口了，这个寺庙是免费的，停车也是免费，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路口的崖壁上面，还有一些石刻，摩崖石刻。这里应该以前是有瀑布的，它这里形容了一下。这边还有一些照相，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全部是石山呐。现在进去看一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是免费啊。刚才其他的几个人都在说，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啊，能够在这里逛差不多1天。这里有一个简介啊，青莲寺是由北齐名僧慧远大师于天宝年间，也就是公元550年到公元559年创建。走，开始进去了。这应该是一个小的山门，这都是经过修缮的。这些呢，应该是现代的，以前应该搞的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寺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经过一次大的修缮。你看旁边就是沟壑，刚好呢，这2边的沟壑啊，把这个寺庙包围了。你看对面呢就是绝山景区，上面呢也是有寺庙和建筑，那个被称之为山西版的老君山呢，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呢。都是在石头上面打造起来的，可以看到这个石头里面有很多树木长出来。在这个寺庙里面呢，等一下还能看到比较特点的柏树那一些，这也是让我们见到生命力的顽强啊。今天游客还挺多的，陆陆续续都有人来，因为来晋城游玩的呢，可能都会来这里，免费，离晋城市区呢也不远。在这附近呢，还有一个二仙庙，也离得不远，可能这个大家一起看的，1天看这2个就差不多了。可以看到这个道路是非常好的，都是经过修缮的，关键是免费呀。往前走，现在我们等于是绕了一圈，来到了这个半山腰的路口。而在下面呢，有一个塔，明朝的，等一下我们最后去看那个塔。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武功出少林。
而在当时来讲的话，有这样的称呼文青年、武少林，就说明这个地方非常厉害、非常重要啊。青莲寺呢，在历史上高声辈出，名扬中外，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看了一下资料，据说在最辉煌的时候，这个寺庙呢有28位高僧，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啊。一位高僧在的地方，这个寺庙都可能非常有名，而这个地方却有28位，不得了啊！这个青莲寺的所在地叫做青莲山，刚好呢酷似一朵莲花。青莲寺呢恰居莲花之中，犹如花蕊。在寺庙前面有丹河深谷，寺后呢就是悬崖峭壁，四周呢浓荫遮天，奇花满石，风景秀丽，确实是看得出来呀，被大山树木包围着。我们正常说太行山里面树木很少，而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山上的树木还是很多的，就证明当时非常会选择地方啊。你像我们国家古代4大翻译经书之一的不空、生中藏元、子语、唐诗贵业、神墨等大德高僧都在这里当过住持或者弘扬佛法。在古代呢，青莲寺规模宏大，有净土院、地藏院、禅林院、观音坛等等，可住500个和尚、200个尼姑，管辖2000多亩土地，数万亩沙林。这里就是到达山门了，来看一看。这一块写的是叫做福岩禅寺，这是由于这座寺庙在宋朝改名了，赵光义改的，到了明朝的时候又重新改回青莲寺了。这一块能够看到很多碑这都是以前留下来的，都是一些重修记。这块碑是乾隆时期的。在这里得补充一下这个寺庙的历史。刚才我们说它是分为上寺、下寺。下寺呢是始建于北齐时期，上寺呢是建于隋唐。那其实后面经过考证，下寺和上寺呢都是兴建于北齐时期，而且是2个高僧兴建的。下寺是一个高僧，上寺是一个高僧。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慧眼大师，他是兴建的下寺，而上寺呢是一个叫做谭史的人创建的。他是佛门异才，是我国北方净土宗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位到朝鲜半岛传教的人，还是我国佛门武功的开创者。这个发现呢是根据上个世纪在修缮上寺大雄宝殿出土了一块石碑而确定的。这个就是下寺。青莲寺的这个名字是唐朝的一个皇帝御赐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寺庙，从山门进来了。那进来它的背面就是天王殿，很多山西的寺庙都是如此啊。这个天王殿是始建于公元828年，是唐朝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期复建的，里面呢是4大天王，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东边是持国天王，南边是增长天王，西边呢是广目天王，北边呢是多闻天王，分别掌管人间的风调雨顺，为佛门护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泥塑也是挺精美的，应该也是一段历史了。在天王殿对面是藏经阁，这座建筑非常气派有一段历史。它是矗立在高高的台基上面的，特别是那个2楼1楼等于像是基座一样。那这个房屋很有特点，下面宽，上面呢有点窄，就像是一个塔的形式一样。藏经阁的前身是弥勒阁，曾经呢是整座寺院的中心，在宋朝的时候改为藏经阁，在元朝呢经过修缮。整体建筑呢是宋代建造的，也是一个宋代的风格。不过呢挺可惜上不去看不到2楼有什么东西。这个藏经阁最有看点的就是斗拱转角处的那个塑像，被称之为角神，看起来呢又呆又萌，像是猴子又像是一个大力士，特别可爱呀。这个青莲寺的宋代角神是原版的，也是国内孤品，是我国建筑遗存唯一用木骨泥胎工艺制作而成的角神，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大家看一下，感觉它刚好呢是在斗拱跟上面梁中间，
靠它撑起来一样。那要撑起来肯定是要有力气嘛，于是呢就弄为立式的形态，这个就是角神了。它也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构建，守护这座大殿1000年了。这几个角神呢，我们可以看到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呢呲牙咧嘴，有的呢严肃。他们在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被称之为史上最苦打工人，小小的身躯硬生生扛了近1000年，并且默默无闻，因为开玩笑说整个上面屋顶的重量就压在他们4个身上。孙悟空被压五指山才500年，而他们呢压了近1000年，从而说牛马具象化了。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是第一次见，以前斗拱能够经常看到，像眼前这个角神就挺好玩的，呆萌呆萌的坐在那里。现在来到了第2进院落，左边呢是地藏殿，右边呢是罗汉堂，在以前呢右边也是观音阁、观音殿。这2个建筑呢在唐朝都有了，不过在宋朝都重新改建修建了。前方这个属于罗汉堂，里面呢有宋代的那个彩塑，原版的，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是有观音和18罗汉。等一下我们上去，它是在2楼。主要呢是这个房屋啊，它也是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个未解之谜。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上下2层的，有点不一样。上面那个柱子啊，包括额房那斗拱都是木头的，而下面这个呢是相当于是石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它是在清朝的时候，由于可能这里僧人比较多，不够住，于是呢就准备加盖。正常来加盖的话，这个2楼是新盖的，1楼是原本的，而这里刚好相反，它1楼是加盖的，2楼呢是原版的，而且2楼以前就是1楼，等于建造的时候是把1楼抬高了，在下面加盖了1层。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反正很少看到的，那怎么弄的没人知道，到现在也搞不出来。我们确实可以看到2楼跟1楼是区别很大的，而且呢斗拱也是在上面，1楼也没有。对面的地藏殿也是一样的，估计都是当时一起抬高而建成了1楼。这地藏殿正在修缮，上不去2楼。它里面呢是有地藏菩萨和十殿阎王。这个罗汉堂的2楼有一些宋代的彩塑，原版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台阶楼梯也是原版的，都是纯木结构的。它这里呢人流量也是有限制的，上面不能太多人。你看上面这个还有砖块，这就是2楼里面的塑像。正中呢是观音菩萨像，高1.7米，头戴花冠，胸是璎珞，右腿呢盘曲，左腿呢下垂踏于莲台之上，面相饱满。在观音2侧呢是金铜龙女，东西呢分别是16罗汉，高1.4米，神形俱备。大家看一下这些罗汉，感觉是不是有点像真人呢？如果没有仔细看，或者是光线不足，还真的以为就是真人呢。这些都是宋代的原版，极具写实风格啊。像宋代保存下来的佛像、塑像，其实也是不多的。再仔细看一下，像这么逼真的罗汉，还真的比较少见。这个是释迦殿，又称中佛殿，始建于宋朝。往前走，这里面是在修缮，这一块算是碑林了，道光时期的，100多年，很多可能还更早。这些都比较新一点的。这明朝万历38年，这个大殿里面呢也有一些彩塑，是宋代的，总共是9尊，1佛、2菩萨、2弟子，以及呢千手观音。这样看的话，确实是非常气派啊。这些雕塑呢表情自然，比例和谐。它跟唐代有点区别，唐代呢是宽胸细腰，而这里呢却不是，就已经有宋代的风格了。我们现在看到呢是刚好有4尊释迦牟尼居中，两侧呢分别有2弟子、2菩萨。特别是释迦牟尼呢是通肩袈裟，面向方圆，大耳垂肩，左手呢放在膝盖上面，右手呢已经湿就没有了。他是坐于莲台上面，莲台下面呢是8角束腰须弥座，
特别是中间还有负重立式，跟刚才看的角神有点类似。在这个释迦摩尼的后面呢，还有壁画，有花鸟等等。在释迦摩尼前面呢是有弟子，以前呢是有2个，现在只剩下1个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文殊、普贤2尊菩萨，在这个后面呢有千手观音，但是现在可能保护看不到了。现在来到了第3进院落，在这里有2棵巨大无比的银杏树，估计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里呢被称为一公一母，这个大的是雄，那个小一点的是雌，而且那里有分叉。看情况感觉呀也有将近上千年的历史了，非常大。在这个寺庙里面还有个比较独特的，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柏树，它叫做子母柏，等于是一位母亲和一位儿子。这个母柏呢粗3米，高27米。相传呢100余年前母柏呢枯死，寺庙的主持决定第2天将其砍伐。结果呢当天晚上一株幼柏自根部升起，一母柏盘旋而上。第2天呢主持见状，感觉这个是神迹，就是说幼柏保护母亲的情深，于是呢就不砍了，留下这些景观。经常说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呢是无限的付出，不求回报。那同样反过来，母亲遇到什么事情，儿子呢也是应该保护好母亲。还有可以看到柏树上面的树枝树叶就像是一把巨伞一样。上次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主要呢是那个18罗汉观音像是原版的，还有那个建筑特点以及那个柏树。那现在呢我们就去下室看一下，唐代的彩树是在下面，我们走下去吧。本来我是想开车下去，但是由于今天人多，下面那个地方不好停车，只能走下去了，等一下再走回来。上室和下室的垂直落差还是有点的。古青莲这个大门是后面修缮的，它这个寺庙上下2室很多都是经过修缮的。一进来首先看到了这个就是舍利塔，这座高塔也是青莲寺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是始建于明朝万历24年，是砖结构的藏式8角形舍利塔，也是晋城市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藏式塔。这个塔呢一共是有13个香龙，标志着此塔等级较高，属藏之人呢是当时的得道高僧。这个塔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在每年夏至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塔会出现10几分钟无影的现象，从而呢也称之为无影塔。你如果下次夏至的时候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你能够目睹这一奇观。下室的主体建筑就在这一块，确切的说就是2座殿宇，比上室小多了，这也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搞成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尽管这个下室只有2座殿宇，但是确实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精美。其中呢，这里也是释迦殿，跟上面是一样的。这里由于铁门锁住了，我们进不去参观，只能隔着外面的栅栏拍一下。那这些塑像呢，也是宋代的，总共是11尊，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有点类似，也是一佛、2弟子、2菩萨，也是非常精美啊。现在来到了内部，一眼望去，这个大殿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的唐朝的大殿有点相像啊？这可能这个建筑呢，它后面修缮复建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按照唐朝的那种风格。那这个大殿呢，就保存了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唐代泥塑、彩塑。这是现在国内现存3处有唐代泥塑、彩塑的地方。另外2处，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它是在佛光寺和南禅寺的那个大殿。这些就是佛光寺东大殿里面的唐朝彩塑泥塑，也是很精美呀。从而说佛光寺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国宝，确实是名副其实啊。
建筑是唐代的木构，而这些佛像雕塑也是唐代的。反正现在现存的唐代泥塑彩塑大概是70余尊，这里呢剩下了6尊，那剩下的63大概64是在佛光寺和南禅寺那里，这些都是非常珍贵国宝中的国宝啊，因为毕竟从唐代保留下来的1000多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大殿叫弥勒殿，也叫做大佛殿，是古青莲寺的正殿，面阔3间，单檐歇山顶。来到殿内呢，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佛像，特别正宗的这个佛像不是释迦牟尼，而是弥勒佛，高4.2米，肩披袈裟，面庞庄严肃穆，饱满俊朗，双腿自然下垂，坐在须弥座上面。那么这个就是区分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一个特点。我们一般看释迦牟尼都是双腿盘坐在莲花台上面，而这个弥勒佛就不是了，他这个左手呢放在膝盖上面，右手做法印，眉宇间呢镇定从容，服饰呢衣纹线条流畅，保存着唐代佛像的典型特征。特别是这个弥勒佛这种垂足大佛像啊，亦称垂腿弥勒，在全国只有1例，也就是唯一的，那也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一种唐代彩塑，艺术价值极高。这种雕塑呢，年代是唐朝公元867年，是中晚唐时期的作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佛像啊，包括很多木构建筑，基本上也是唐代中晚期的，因为在唐朝中晚期那里出现了一个灭佛嘛，很多寺庙的建筑以及佛像呢是之后建造的。在弥勒佛两边呢，分别是阿难迦叶弟子，高度2.26米，在前方呢还有文殊普贤2位菩萨，高2.88米。来到这里，我有个感觉，就是这些塑像佛像，他们脸部都非常白呀，不知道是不是原版是这样，还是说经过修缮变成这个样子的。这里面的很多塑像是经过修缮的，好像是2018年修缮完成，当时公布出来争议还比较大。那这个唐代的彩塑泥塑就看得差不多了，算是又打开了一个地点，像唐代的真的是非常少见了。今天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觉得这个寺庙是非常不错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文化呢也是影响深远。尽管说我们无法走进唐朝那个时代，但是呢，我们能够看看唐朝保留下的这些东西，让我们去深入的了解唐代。我在这个寺庙差不多待了将近4个小时，还没有开完呢，因为这里呢它还在修缮，没有全部修缮完成，可能等个1-2年再来看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寺庙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能看到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现在是免费。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